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进入夏季，气温升高，细菌越发活跃了，肠道疾病逐渐进入了高发期。在生活中，有很多老人因为比较节约，所以在家里有剩菜剩饭时都不舍得扔掉，认为食物好好的，让自己吃掉就不会浪费。而有一些子女为了顺从父母的心意，也不会去关注他们是否吃了隔夜菜，却不知经常摄取隔夜菜对身体来讲是极大的伤害。今天就让小关告诉你，有几种食物，就算老人再想吃，也不能让他们吃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，谢谢大家。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隔夜菜。隔夜菜并不单指放了一夜的菜，只要首次烹饪后放置时间超过8小时以上，就算隔夜菜了。隔夜菜致癌，主要是因为剩菜中的亚硝酸盐引起的。亚硝酸盐虽然有毒，但并不致癌，它在胃酸等环境下与蛋白质分解的产物胺类物质发生反应，生成强致癌物质亚硝胺，便可诱发肝癌、鼻咽癌、食管癌、胃癌等。大家也别慌，即便是有毒，只要在安全剂量范围内，就不会致癌或是对人体造成危害。但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，如果一次性摄入 0.2 到 0.5 克亚硝酸盐，就会引起中毒，3克以上就会致死。世界卫生组织规定，亚硝酸盐日允许摄量为0至 0.2 毫克每公斤体重。举个例子，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摄入12毫克以下的亚硝酸盐是安全的。所以说，剩饭剩菜虽然会产生有害物质亚硝酸盐，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会使人中毒的这种程度。只要一次性不吃几十斤的隔夜饭菜，一般不会出现问题。但即使这样，也不意味着隔夜饭菜可以大胆放心吃，因为隔夜饭菜除了存在亚硝酸盐含量增多的问题，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营养流失、病菌多。所以虽说隔夜饭菜致癌风险特别小，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随意吃。近年来吃隔夜菜出问题的事件也是经常有发生的。65岁的老刘是荆州的一名普通渔民，平时生活在湖区，生活一直比较节俭。半个月前的一个中午，老刘在吃了前一天晚上剩下的鱼虾等食物后不久，便出现了发热、腹泻，一天拉了20多次。但他想着拉肚子是个小毛病，扛一扛就过去了，吃了3天止泻药，厕所跑的倒是少了。但是家人发觉有点不对劲，3天时间，老刘就像得了重病一样，眼眶深凹，脸色蜡黄，连路都走不动了。最让人担心的是，他的拉肚子是止住了，可小便也解不出来了。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检查发现，老刘的肾脏功能基本丧失，医生结合病情诊断为急性肾衰竭。无独有偶，同一病房的王先生也是因为腹泻导致肌酐迅速上升，出现了类似急性肾衰竭的症状，所幸经医生精心抢救治疗后，同样有惊无险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病内科梁伟副教授表示，这2位患者是因为腹泻后没有及时补水，造成严重脱水、肾脏缺血，从而引发急性肾衰竭。可能有人要问，我偶尔也会吃隔夜菜，怎么没啥感觉呢？别高兴太早，到底哪些隔夜菜吃不得？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这份清单一定要看一遍。隔夜菜有8不吃，对于这些危害猛于虎的隔夜菜，该到就到，千万别手软。1. 绿叶菜隔夜最危险。通常茎叶类蔬菜硝酸盐含量最高，瓜类蔬菜稍低，根茎类和花菜类居中。因此，如果同时购买了大量蔬菜，应该先吃叶类菜的，比如大白菜、菠菜等。如果准备多做一些菜，第2天热着吃，应尽量少做茎叶类蔬菜，而选择瓜类蔬菜。建议绿色蔬菜加工后最好在4小时内吃完，特别是夏天，如果绿叶菜实在没吃完，就不要隔夜了。尤其是菠菜和芹菜，硝酸盐含量都比较高，再次加热后很容易转化为亚硝酸盐。2. 隔夜海鲜损肝肾。隔夜海鲜的鲜味、口感同样大打折扣，而且容易滋生有害微生物，容易变味，并且鱼、虾、蟹等海鲜隔夜后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，这些物质会造成肝肾功能损伤，所以海鲜还是趁鲜吃。如果实在买多了，可以把生海鲜用保鲜袋或保鲜盒装好，放入冰箱冷冻，下次再烹调。3.
久放半熟鸡蛋很危险，很多人都爱吃半熟蛋，可是这种蛋杀菌不彻底，再加上鸡蛋营养丰富，格外容易滋生细菌，久放后食用易发生危险，所以蛋最好也不要隔夜，即煮即食最好。但是如果一次鸡蛋煮熟了，而且在低温密封情况下储藏，一般保存48个小时都没有问题。4. 银耳、蘑菇要当心，不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银耳、蘑菇等，都容易残留很多硝酸盐。在煮熟后，如果没有及时食用，在隔了一整晚后，会让细菌大量分解而还原成亚硝酸，也就会成为一种致癌物质。人喝了这种汤，亚硝酸就自然的进入血液循环，血液里的红血球里有血红蛋白，能携带大量的氧气供机体需要。但是亚硝酸起反作用，使人体中正常的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，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，造成人体缺乏正常的造血功能。如果放的时间实在有点久，只能忍痛扔掉。5. 隔夜汤不放金属器皿。剩汤如果长时间盛在铝锅、铁锅内，会析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。存汤的最好办法是，汤里不要放盐之味的调味料。煮好汤，用干净的勺子盛出当天要喝的，喝不完的最好是用瓦锅或保鲜盒存放在冰箱里。6. 隔夜卤味不要吃，预防食物中毒。春夏季节吃卤味不要隔夜，由于很多卤肉在烹饪的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调味品以及其他物质，如果在常温放置下隔夜，会让里面的细菌大量繁殖，在隔夜后如果还食用，就很容易发生食物中毒。即便放在冰箱里，也并非绝对保险，冰箱里易滋生霉菌，还有湿冷菌等。7. 隔夜凉拌菜。食品监督管理局曾对凉拌菜做过专门的测试，结果发现，做好的凉拌菜如果放在温室环境中，超过2小时就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而变质，放在超过26度环境中的凉拌菜就更不行了。隔夜之后所滋生的细菌更多，还会产生有毒的亚硝酸盐，而且隔夜的蔬菜所含的营养也受到了损害。所以食用隔夜凉菜不仅不能补充身体所需营养，还会造成腹痛、腹泻等身体不适的情况。8. 隔夜土豆不要吃。土豆是个好东西，但是也不能隔夜后再加热食用。隔夜土豆不仅会造成土豆营养成分的流失，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。现在的蔬菜种植过程中都会使用大量的氮肥，会导致土豆中的硝酸盐含量增加。土豆烹饪熟之后放置1个晚上，细菌就会将其中的硝酸盐转化成为亚硝酸盐，这种物质对人体是有害的。除了上面这8种隔夜菜不能吃以外，对于其他隔夜饭菜，我们又该怎么处理呢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食品安全5要点，其中第4点，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中建议，熟食在温室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，应及时冷藏，最好在5摄氏度以下，不要放在冰箱里超过3天。剩饭菜加热的次数不应该超过1次，有的剩饭剩菜并不是绝对不能吃，只要保存得当、烹饪合理，还是可以食用的。具体步骤，首先热食物晾温再放。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，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，促使霉菌生长，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。但也不能凉透再放进冰箱，食物长时间放在外面容易受到细菌污染。最好的方法是待食物晾温后再放进冰箱。其次，不同生材都是要分开储存的，可避免细菌交叉污染，还需要用干净的容器密闭储存，如保鲜盒、保鲜袋，或者把碗盘上附上一层保鲜膜，然后存放时间不宜过长，最好能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。但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，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，加热就起不到作用了。另外就是吃前要回锅热透，除了合理储存，回锅加热也是保持健康的关键。剩菜在冰箱里储存，吃之前一定要高温回锅，把菜整体加热到100摄氏度，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，因为低温只能抑制细菌繁殖，不能彻底杀死细菌。还有就是要定期清洁冰箱，不少家庭的冰箱没定期清洁，各类细菌，尤其是大肠杆菌会在湿冷环境中滋生。取出冷藏食物立即食用，细菌会入侵胃肠，引发冰箱性肠胃炎。因此3个月左右冰箱要做1次大扫除。最后小关提醒大家，有的隔夜菜可以吃，但还是尽量少吃，按量做菜，尽量不剩菜。老人、孕妇、孩子、慢性病人等特殊人群要谨慎。
剩饭菜建议在2天内吃完，超过3天最好倒掉。天气热了，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一定要多注意隐藏在身边的小问题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对吃隔夜菜也有着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。喜欢小关，别忘了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